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这几天，如果你把耳朵贴在中南海那道红墙上，你会发现这大院里的主子明明还坐在台上，可底下那套庞大的国家机器却已经开始不按它的规矩转了。就拿这一周发生的4个极度反常的小画面来说，看懂了就明白了老习现在被架空的惨状。第一个画面叫疯狂的政治心肺复苏。越南总书记苏林来访，这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边外交。红地毯上走一圈，签个字，最后新华社发一篇4平8稳的通稿，最多加个1分半钟的新闻联播，这事儿就算结了。可这一次呢，越南人来访一天，只要和老习相关，都被党媒生生剁成了6、7篇重磅报道。欢迎仪式发一篇，会谈发一篇，签字见青年也发。从早上一直狂轰滥炸到第二天早上，生怕全党看不见。因为前院的这帮太监和文官们慌了，底下各省的封疆大吏们都在怀疑上面那把椅子上到底还有没有人，所以必须拼了老命给他刷存在感。看清楚啊，人还在呢，还能会客签字呢。但问题是，真要是大权在握，内宫的门面必须得伺候圆了。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画面，漏风的门面。全世界镜头的注视下，大洋相出现了。下午的外交场合，苏林夫人按照国际外交礼宾的规矩换了另一套衣服。可是这边的彭丽媛呢，她下午穿的居然和上午是同一套。国宾级的场合，着装和礼仪，那是权力有没有压迫到神经末梢最敏锐的试纸。过去这10年，底下人把老习当活祖宗伺候，第一夫人的安保、礼宾、化妆团队，那是一条极其严密的流水线，连一根头发丝都不敢乱的。现在怎么会在换装这种最基础的环节上接不上了？这说明底下的办事人员已经不再把他的事当成天条来办了，开始敷衍躺平了。门面漏了风，主子能不慌吗？他想训话，但他发现连发号施令的喇叭都不归他管了。这就到了第3个画面，被软埋的圣旨。真要还是定于一尊，老习心里慌。他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样，把全党必须绝对忠诚，坚决做到2个维护这种狠话直接拍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可现在呢，这一周4个大衙门抬着轿子，硬生生给他抬出来一篇文章。你猜标题叫什么？叫总书记指引书香社会建设。听着是不是在劝大家多读书？可你往里头一看，里面讲的是干部要破除本领恐慌，讲的是思想不能乱，讲的是方向要守住，讲的是政治安全。为什么要把这些杀气腾腾的硬词儿塞进一个劝人读书的软壳子里往外发？因为现在的宣传口已经不给他发那些定于一尊的狠话了。你想发脾气，行，必须委曲求全，套上一个不痛不痒的壳子，才能勉强见报。在宫斗里，这就叫被软埋，连骂个人都得看办事太监的脸色。这所有的憋屈和绝望，最终化作了第4个画面，一句脱口而出的哀鸣。在跟苏林会谈时，老习突然从嘴里蹦出了这么一句话：双方要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坚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这句话真的是说给越南人听的吗？越南变不变色关他什么事？这句话是他坐在那张已经被架空的椅子上，面对着院子里那帮已经改了戏词的满朝文武发出的绝望呐喊。你们在下面怎么折腾都行，你们怎么清算我的人都行，但是求求你们别把我的底色也给换了啊！可一个帝王连不变色这种话都沦落到必须当着外人的面隔山打牛的喊出来，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这扇大红门里头早就有人在换锁了。谁在换锁？谁在利用老习留下来的机器疯狂清算老习亲手提拔的那帮习家军？咱们先插一小段，回来接着拆。因为后面这15道巡视通报不是一般的敲打。今天已经4月17号了，我一直推荐的普瑞堂他们选保黑参10周年店庆的感恩活动19号就结束了。买满500美元送2颗原参，满3000美元一次拿12颗，还
还额外加赠一颗只送不卖的特级黑参原参。就剩最后2天了，想拿这个优惠的朋友抓紧点节目下方链接，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叠加所有优惠。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接着说正题。4月15、16这2天，中纪委发出的那15道巡视通报，就是官僚系统直接开始全面接管。咱们来看看反攻的官僚集团是怎么一刀一刀把老习的底盘给切碎的。第一步，先把老习身边的带刀护卫给缴了械。中央第3巡视组进驻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第12巡视组进驻公安部。公安和政法，这可是老习这几年最依赖的刀把子，里面塞满了他一手提拔的亲信。现在官僚体系的钦差大臣直接把办公桌搬进了公安部大楼。刀卸了，那帮靠着老习升官发财的硕鼠听到风声，第一反应绝对是带着钱跑路。第12巡视组进驻国家移民管理局，再配上下面的抓人通报，海关总署稽查司原司长王胜落马。这是在冷笑着警告老习的钱袋子们，护照全冻结，地下钱庄的暗道全堵死，谁也别想飞，资产一分也别想转，前门后路都锁死了。接下来就是端老巢。第6巡视组进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过去老习塞进军工系的那些红人，遇到查账总是拿涉及国家机密当挡箭牌，把中纪委的人死死挡在门外。但这一次官僚系统直接掀桌子了，连造原子弹的院子我都派人踹门了，意思就一句，天下已经没有你们习派的禁区了。水利部、生态环境部这种握着1000亿工程的地方，更是直接变成了案板上的肉。门踹开了，怎么查？现在的钦差根本不听习派官员的辩解，大批技术高手直接把你单位的后台服务器连上，帮老习干的那些脏活，你通过几层白手套转走的暗账，在 AI 算法面前瞬间变成屏幕上跳动的红灯。网织好了，底裤也照穿了。最后这致命一刀，怎么从制度上把最高层安插在各部委各省市的一把手处理了？新规出台，你是一把手，你可以坐在正堂上，但是钱你不能管，人你不能提，工程你不能碰。这是在用制度把这些个一把手彻底架空成废人。没了钱和人事权，底下的官员谁还会听你的？4月16日的早上，京城某大部委的会议室里，平时仗着是老习亲信，威风八面的一把手部长，此刻只能低头坐在长条桌的侧面。主位上坐着的是面无表情，代表官僚集团的中央巡视组组长。门外几辆黑色的大巴车安静地停着，大批技术人员一声不吭地走进机房，接管了所有的服务器。部长脸色煞白，刚想拿起红机给中南海里的主子打电话求救，纪委的人一把按住电话，你的保护伞昨天夜里已经被拆了，现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组长看着面前冷汗直流的部长，轻轻敲了敲桌子，某某同志，根据新规，这个衙门的人事和财务你无权过问了。而此时此刻，坐在中南海红墙里的那位主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手提拔的重臣被底下的机器无情吞噬，连一句话都递不出去。为什么官僚集团能如此摧枯拉朽？因为支撑老习当年提拔这帮人的那套旧规矩已经被人在理论源头上彻底砸烂了。过去10年，老习发给底下的升官密码是什么？就2个字：表忠。只要你把2个确立喊得震天响，只要你花着国库的钱在地方上大搞形象工程编颂歌，用来证明你在坚决贯彻总书记指示，你就能平步青云。多少无德无能的习家军就是靠着这一手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但这帮潜伏已久终于接管了机器的技术官僚，对这套祸国殃民的把戏早就恨之入骨了。他们现在递下来了一把刚开了刃的新刀子，刀柄上刻着5个大字：正确政绩观。
这是反手给这10多年的升官密码判了死刑，明确告诉你，你过去那些为了讨好上面而搞的工程和动作本身就是死罪。4月13日，人民日报理论版砸出文章，要大家算好3笔账。紧接着，新华网把正确政绩观立成了常态化专栏，高悬在午门外示众。牌坊立好了，仅仅3天后，4月16日，中纪委的铡刀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湖北省文旅厅和艺术职业学院的一批官员直接被办了。通报上赫然写着，这帮人花财政的钱去搞定制文旅宣传歌曲，决策带有主观盲目性，这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看明白这其中的绝杀逻辑了吗？规矩翻转了。昨天拿来邀功的东西，今天直接拿来定罪。昨天让你往上爬的梯子，今天反手就变成了勒死你的绳子。为了把这个死罪定得更死，同一天中纪委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冷冷地问了一句话，你们搞这些政绩工程，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以前你搞的面子工程直接被定性，你讨好皇上是为了你个人的私欲，你这叫党性丧失，这是政治死罪，根本不需要查出你贪了多少钱，直接连根拔起下大牢。消息传出，天下震动，各地大员为什么突然都不拼命刷2个确立的口号了？因为他们彻底慌了，正关起门来疯狂销毁那些搞了一半的为了迎合老习的形象工程。谁还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大搞形式主义表忠心？那是直接把脖子往反对势力的铡刀底下送。某省委大院的会议室里，气氛冷得像冰窖。上个月还在会上意气风发，拍着胸脯提议要斥巨资搞个地标建筑向党中央献礼的那个副厅长，今天没来，他的名字没人提，他的茶杯被收走了。会议桌前只剩下一张空荡荡的椅子，而坐在旁边的人正低着头，死死盯着手里那份正确政绩观的红头文件，冷汗湿透了后背。他们知道那条旧的升官轨道已经被生生砸断，清算表已经发到了每一个人的桌面上。今年1月24日，军方第一副主席张又侠被拿下，结果呢，手段太黑，彻底逼反了军中那帮实打实带兵的将领，压抑了3个月的邪火，终于借着文官系统清算过去10年路线的东风彻底爆发了。过去10年，军网是帮那位立威的专属大喇叭，天天教当兵的背诵2个确立，教高级将领怎么表绝对忠诚。但现在这个喇叭被实权将领们劫持了，清算的就是他安插在军中只会喊口号的那些马屁精将领。这帮军头端着刺刀清路，动作又狠又快，完全不讲情面。军报评论员文章大喊，高级干部要带头恢复优良传统，没被搞烂需要恢复吗？这就是指着鼻子骂你提拔的那些人把军队的根基给掏空了。光在报纸上印字不够，他们直接印了海报，强行往下发。海报上明晃晃写着高级干部要放下官架子，这是把大字报直接贴到了过去10年提拔的少壮派将领的脑门上，强行往连队当兵的脑子里灌。你们上头那些天天视察摆谱的官老爷，好日子到头了，马上要挨收拾了。军报连开2枪，骂那些热衷上镜头，工作还没干，宣传先到位的人。过去几年，谁最喜欢在镜头前表忠心？谁把痕迹当成了实际？身份证号都快念出来了。最绝杀的是第2枪，直接一顶死刑帽子扣下来，骂你们是甘当复读机的太平官。那位最喜欢什么样的军官？就是天天拿个小本本在会上像复读机一样背诵绝对忠诚的政工干部。现在反对派的军头们端着刺刀，直接给这些人判了死刑。你们这不叫忠诚，你们这叫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政治投机。党媒在那头喊要真业绩，军报在这头骂只有姿势没有力度，党媒喊算旧账，底下的基层部队立刻大喊新官理旧账。这叫同频共振，一刀不差。1月份那场血腥的掀桌子，让文官的纪律系统和军方的实权底盘彻底合流。现在
笔杆子和枪杆子一起调转了枪口，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逼到了绝路上。就在中纪委连环下达催命符的同一周，正确政绩观这把新刀子被全国好几个省的诸侯们以4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同步铺开了。在天津，市委读书班和理论中心组合，并开大会学这组新词；在江苏，省政协系统拉起队伍开读书班；在河南，省直机关的一把手们全被叫去开座谈会；在重庆，规格更高，市委书记亲自做辅导报告，领着底下这帮官僚强行转弯。如果说开个读书班、座谈会还只是底下这帮大员在察言观色，表明自己不站老习那边的政治表态，那么有2个地方的动作，那就真的是直接上夹棍了。第一个见血的是广西。4月15号，广西官方冷冰冰地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自治区党委派出的6个督导组已经全部完成进驻。督导组进驻这5个字在中共官场里分量极重，这是钦差大臣带着尚方宝剑直接扎到你单位封门查账来了，是所有政治动作里运动化色彩最狠最恐怖的一种。在进驻见面会上，督导组明确说了，就是来查大家怎么落实正确政绩观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来查你们过去几年有没有为了讨好老习乱花钱乱搞形象工程的。谁敢不换这套新词，谁还在搞以前那套喊绝对忠诚的旧把戏，督导组的铡刀当场就给你落下来。6个组一口气封死了15个地方和单位的大门，谁也别想往外递条子求救。第2个见血的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湖北，直接把政绩观偏差这5个字写进了纪委的处分通报里，当成了抓习派官员坐牢的现成罪名。现在你把地方上的动作串起来，看看这个反扑的压迫感是怎么一层层往上加的。一开始是省领导开个读书班，带头念稿子表明立场，接着开座谈会往下属单位布置统一口径，再接着广西直接派出督导组带刀下基层封门，最后湖北纪委直接亮出手铐，拿这组词抓人定罪。就这1周的时间，中央的文官在换词，军队的将领在端刺刀，地方的诸侯在派督导组，全党在统一换拍。那条老习开了10年的旧船正在被人强行打满方向舵，朝着绞杀他亲信的方向全速狂飙。可他明明还在龙椅上坐着，这就叫政治上的脑死亡。等走到未来的哪一天，你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真的看到少了一把椅子，或者在晚间的新闻联播里真的发现少了一个名字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不是那天才出事的，就在丙午马年的4月份，他们早就散伙了。这里是江风世界，咱们下期见。